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这天，志成来探望成功和佑星，试吃五色干拌面，并给予高度评价。没多久，佑真也来，看着志成和佑星互动热络，有些担心。志成离开后，佑真想借机偷干拌面资料，但这次成功很小心，佑真懊恼不已。文章接到文珍电话，表示宇轩的脚受伤严重，文章赶到医院关心。文珍认为宇轩是因为美玲而受伤，提议让宇轩到家里住，就近照顾。文章担心家纯的感受，文珍打给家纯，并故意激他，家纯只好同意。后来众人带着宇轩回家，家纯已经准备好轮椅，单独推着宇轩进房，要大家不准跟进。一进房就警告宇轩，麦少雄利用脚伤接近文章，表示自己会全力捍卫这个家。成功约郑群和小飞到办公室试试新口味，自己却没来。郑群明白成功是故意帮两人制造相处机会，为了避免小飞尴尬，假装是餐厅服务生帮小飞煮面。两人开心闲聊，这时小飞忽然接到家烈的语音讯息，表示想寻短。郑群和小飞急忙外出寻找，果然在河边找到快灭顶的家烈，赶紧下水救了家烈性命。威廉被判缓刑，神情冷漠地走出看守所。云嫂前来接他回家。回家时，大庆正打给小金，交代他去破坏成功在食品展的摊位，以及教训厨师小康。被威廉听到话尾，嘲讽是否又要让他去顶罪。威廉面对大庆，不再有以前的畏惧。大庆心系食品展的事，懒得理会威廉，并离去。没多久后，佑真来电约威廉喝酒。当晚，小安独自在酒吧喝酒，已经醉醺醺的威廉和佑真也进来续托。威廉觉得才没过多久，佑真就认了父亲。佑真表示自己是煞费苦心才能认亲。接着两人聊到云嫂，佑真觉得云嫂对威廉比对他这个怀胎10月的女儿还好。威廉好奇地问他，不是志成的女儿吗？佑真赶紧解释，一时改不了口。但一旁听到的小安已经开始起疑。成功要去食品展布置，半路遇到大庆和威廉，双方对呛。突然有箱型车出现，几个黑衣人准备押走大庆，威廉惨遭小康横 K。成功想帮忙救人，冲了上去，却一起被押走。佑星骑机车追，不小心雷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离去。温馨提醒：如果大家未来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要记得先记下车牌号码哦。威廉和佑星到警局做笔录，郑群赶来关心。威廉表示应该是针对大庆，成功不会有事。成功和大庆被带到破屋，扭打时，成功拉下黑衣人面具，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小康所为。没多久后，小康打给威廉，向他索取高额赎金，约定好交钱地点后，坚定了警方准备提前部署。一段时间后，成功割断手上的绷带，假借想上厕所袭击看守的人。成功和大庆趁机逃跑，但大庆体力不支，被追上来的小康抓住。成功只好自愿作为人质。小康接到电话，得知威廉同意付款。大庆看到成功舍命救自己，开始对成功改观。志成安慰佑星，被入内的小安发现，小安观察着佑星，觉得佑星长得更像志成，加上佑星的喜好和志成很像，便开始起疑，偷走佑星用过的汤匙去验 DNA。佑星觉得歹徒的声音很熟悉，突然想起是小康的声音，郑群马上报警。小安对佑真套话，佑真被迫承认自己是假公主。小安本想向志成揭穿真相，佑真却趁机煽动小安，难道要让害她流产的佑星变真公主吗？小安答应暂时不说，但以后佑真要听他指使。小康拿到钱后，本想杀了大庆和成功，幸好这时警方赶到，将众人带回警局。大庆向成功和佑星道谢，表示会记住救命之恩。云嫂和威廉赶来，威廉只关心赎金下落。云嫂见大庆和成功越走越近，却离威廉越来越远，心里很是担忧。小飞走在9份，
想起和郑群的甜蜜回忆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苦玉珠看见并上前关心，言谈中，苦玉珠发现小飞似乎已经恢复记忆，但小飞不愿承认，匆忙逃离。苦玉珠急忙打电话给郑群，小飞来到罗平埋藏音乐盒的地方，想要把郑群送的手环一起埋葬。别乱丢垃圾啊！这时郑群赶到，在郑群的逼问下，小飞终于坦诚已经恢复记忆，但不忍心丢下家烈，只好忍痛拒绝回到郑群身边。郑群表示要解决三人间的问题。郑群拉着小飞来找家烈，只问家烈为何不肯说出实情。家烈反驳，表示自己去跳河就是为了成全他们。小飞感谢在自己最艰难时是家烈在身边照顾他，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他，要郑群放手。文章要带家纯去做产检，文珍故意让文章也带宇轩去回诊。宇轩利用家纯看诊时间，再次要求复合，文章拒绝。宇轩眼尖发现家纯出来，故意假装跌倒，让文章抱住他。没想到家纯一来，便将他扶起，并未和文章发生争执，反而和文章一起开心看着超音波照片。淑娟告诉郑群，美国目前有方法可以治他的头伤，志成也已经安排好，要郑群过2天就出发。郑群提到小飞已经恢复记忆，却无法离开家烈。郑群不太在意手术的成败，淑娟看在眼里，觉得该替郑群做点事。有幸看到新闻报道，自家的干拌面在食品展荣获冠军，和成功开心庆祝。此时威廉看到新闻报道，责怪大庆没下手。大庆表示成功救了自己一命，骂威廉比不上成功，只会出几个锤。淑娟告诉玉莲，小飞的记忆已经恢复，怪罪玉莲当初的谎言，让事情演变至此。玉莲辩解，差点说出冠廷的身世。淑娟表示，小飞跟着家烈会辛苦一辈子，选择郑群则是幸福快乐，要玉莲好好想清楚。威廉到拳击场练拳发泄，佑真也在场，想起威廉对成功的怨念很深，便设计成功和佑星送干拌面来拳击场。威廉要成功和他比赛，却被成功打趴。威廉想从背后偷袭，成功一闪身，威廉腹部撞到桌角，倒地不起。佑星急忙叫救护车，众人在手术室外等着。医生表示，威廉脾脏破裂，目前虽然止血成功，但需要输血，请家属办理相关手续。后来，大庆到护理站，意外发现大庆的血型是 B 型，自己和太太则都是 A 型。大庆相当震惊。大庆在家独自喝酒，云嫂试着想了解大庆为何心烦。大庆告知威廉可能不是自己骨肉，云嫂震惊。大庆询问云嫂，老板娘那时候有没有和哪个男人交往？云嫂庆幸大庆没有怀疑自己调包，而是怀疑老板娘特 K 他，心里向老板娘道歉，却不敢承认事实。文珍约宇轩泡汤，文章和家纯也同行。到了温泉饭店，文章本想和家纯在房里泡汤，家纯想到要和文章坦诚相见，心里有些小鹿乱撞。两人正要脱衣时，文珍敲门，表示要和宇轩去大众池，约家纯一起，害家纯美梦无法成真。3个女人在更衣间卸妆，宇轩一直讲以前和文章泡汤的甜蜜过往，都是因为家纯和文章发生关系才改变一切。家纯怒呛回去后，宇轩准备回房，这时文珍将房卡递给了他。宇轩趁没人注意时，故意将房卡和家纯的对调。这天，家烈表示想办婚礼，并试图说服小飞同意。玉莲感到无奈，小飞认为只要能够让家烈振作，什么都好。很快来到婚礼这天，小飞穿着婚纱在休息室书画。秋红前来感谢小飞为家烈的牺牲，小飞反安慰秋红。家烈进房再次感谢小飞，也表示自己不会再堕落。志荣带着郑群和淑娟赶来到婚礼现场，此时家烈和小飞挽着手走在红毯上，郑群心痛万分。没想到最后家烈竟然将小飞交还给郑群，整个大逆转，并真心祝福两人
还告知冠廷是郑群的亲生孩子，让郑群又惊又喜。寻飞恋的分分合合，爱恨纠葛，这才终于圆满落幕。妈，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。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哦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记得分享出去哦。